你是不是经常听一些宝可梦老玩家说，宝可梦以前的游戏有多么良心，随随便便都能玩上几百个小时，近几年的剑盾珠子又是多么垃圾，通关后就封盘了，然后你就信了，兴致勃勃的跑去玩绿宝石、新金魂银、黑白二这些大家公认的神作，可上手几个小时后却又发现游戏体验并没有达到预期，老玩家嘴里的钢顶之作、剧情巅峰好像也就那样，特别是对于通过剑盾珠子入坑的新玩家来说，这种落差可能会更加明显。不可否认，前几时代的宝可梦游戏，不管是在内容的丰富度上，还是关卡设计的精妙度上，确实会比 Switch 上这几座更加良心。在那个年代，宝可梦不能说引领时代，至少是不落人后的。可话虽如此，大家嘴里的良心神作，毕竟都是10几20年前的作品了。游戏中一些落后陈旧的机制，或多或少会对当下你的游玩体验造成影响，让你产生心理落差。那么本期视频我就来盘点一下，在宝可梦过往的游戏中，那些现今看来会无比折磨的逆天机制。1. 冗长的战斗前戏。回合制游戏在双方战斗前都免不了会播上一段从地图切入战斗的转场，但你知道在宝可梦以前的游戏里，这个战斗前戏究竟有多久吗？这是黑白二的野外遭遇战。从御敌到弹出技能选框耗时共10秒，究极日月13秒。要是这只宝可梦和你亲密度满了，那它出场后还会抖2下，再加上一句心理活动描述，如果它还发动了威吓、压迫感这类的特性，那这个时间会被拉得更长。在如今这个追求短平快的时代，但凡游戏的读条超过5秒钟，大家都直呼受不了。而宁宝以前一个简单的野外御敌，竟然要花上10几秒钟，你知道这10几秒大家现在都能刷几个短视频了吗？大家再来感受一下剑盾传阿珠子的野外遭遇战。是不是很快很丝滑？就连帧数那么低的珠子进入战斗也只需要5秒钟，这对游戏体验的提升不可谓不明显。当年我们可能并不觉得10秒的前戏有多长，但在被剑盾传阿珠子惯坏后，这种对比就会被无限放大。这冗长的战斗前戏会不停地消磨你的耐心，想再从旧作中获得良好的游戏体验就会变得非常困难。2. 暗雷御敌。正如歌中倡导的那样，不管是在水中、火中、草丛中，还是它的裙子中，你都可能遇到宝可梦。这种不知何时会从何处窜出一只宝可梦的设定，是自宝可梦诞生就有的游戏机制。但随着游戏竞技时代逐渐在往开放世界上靠近，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宝可梦就被摊到了明处。这样的转变虽少了暗雷给人的惊喜，但也给玩家增添了不少新的乐趣。一则让捕捉宝可梦变得更方便、更明确；二则让宝可梦的世界鲜活了起来。所以在体验过明了后，以往暗雷那些无关紧要的缺点也被放大了。比如在之前的游戏里，我们玩家一眼望去，地图上仅见不到一只宝可梦，那这还能算宝可梦世界吗？比如在你只想赶路过剧情时，会被蹦出来的宝可梦频繁拉入战斗，这不影响游戏体验吗？虽说可以开喷雾来解决，但频繁的取喷雾同样也会打断游戏节奏啊。更搞笑的是，喷雾的生效期是按步数算的，不是按时间。黄金喷雾的250步很快就能走完，那你就得不停的续，甚至在更早的几代里，喷雾还不能自动续，你用一次就得翻一次背包，非常恼人。所以暗雷相较明雷缺点只多不少，这是肯定有人要说了，被肯泰罗撞，被青深雪追，动不动就踩到小体积的宝可梦，这样的明雷体验一定很好是吧？我想说的是，这是珠子的问题，不是明雷的问题。珠子里宝可梦的体型是严格按照设定来的，0.3米的布波，0.2米的斗蟋蟀，它们在地图上就是小的不容易看见，再加上它们分布的又特别密集，游戏镜头还拉得很远，玩家自然会在不经意间就撞上了。但这些问题在传阿里的体感是不怎么明显的，传阿里的宝可梦体型被设置的更容易识别，分布的也更为合理，还有更贴近3D 游戏的视角，玩家很少会遇到不小心踩到虫撞到狗的情况。当你被野生宝可梦视为攻击目标时，系统还会马上变个 BGM 来提醒你。在珠子中被宝可梦突袭的情况自然也就鲜少发生。大家都知道珠子和传阿是 GF 同步开发的，所以两座各自的优点没法及时互通，最快得到 ZA 中才有望解决。
3. 强行对战的 NPC。 如果说不想遭遇宝可梦，你还可以喷雾，那路边那些好战的 NPC 你绕道走都不一定躲得掉，只要他的眼神锁定到你，你就会被强行纳入战斗。等着你的除了重复度极高的对战，还有比野外遭遇战更长的战斗前戏，特别是在反派组织的基地和冠军之路这种地方，你走2步就能遇到一个 NPC， 非常搞心态和影响游戏节奏。虽然 NPC 是我们的经验和金币的重要来源，但要不要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要，应该交由我们玩家自己决定。在我只想抓重推剧情时，就请你们不要来打断我了。所以在当珠子把以往强制进行的 NPC 对战改成由我们玩家自己选择出发时，几乎收获了大家一边倒的好评。故而在当我们游玩以前的老版本时，自然会感到不适合抓狂。4. 战格子的秘传技。在前6世代的宝可梦游戏中，杰夫设置了许多路障来限制玩家的探索区域和游戏进度，玩家们必须得让宝可梦学习对应的秘传技，才能扫清一个个障碍继续游戏。这意味着我们在决定通关队伍时，还不得不考虑交通工具的人选，即便这2只交通工具你并不喜欢，那也得带着上路。除此之外，这些秘传技的威力还普遍偏低，你也不能指望这些交通工具提供多少输出，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霸占你通关队伍的格子。所以在当日月把秘传技转移到坐骑宝可梦身上，再到剑盾彻底废除了秘传技时，这个让我们玩家怨声载道10几年的困扰终于是画上了休止符。除了移除了秘传技，招式学习器也在不停的优化革新。在前4代，招式技使用1次就会废弃，重复获取也不算容易，像10万火炬这些很关键的技能，我们都必须要通过慎重考虑才敢使用。这种情况直到第5世代才得到解决，玩家们终于能够无限制的使用技能机了。所以在当珠子开启历史倒车，又让技能机变回使用1次就报废时，大家自然是骂声一片。这也再次印证了由简入奢容易，由奢入简就难咯。5. 宝可梦盒子不随身。大家还记得在前几世代，当你在冒险途中想要更换队伍里的宝可梦时是怎么操作的吗？没错，你得先跑去宝可梦中心，借用里面的电脑连接宝可梦机房系统，才能替换队伍和盒子里的宝可梦。特别是当你需要完成一些向 NPC 展示某只宝可梦的支线任务，或者是和 NPC 交换宝可梦时，那你就得来回跑宝可梦中心换精灵。这一来二去是很影响游戏体验的。直到剑盾里宝可梦随身盒子的出现，玩家才能随时随地访问宝可梦机房系统，自由的存取宝可梦。在享受过这么便捷的系统后，以前那繁琐的操作模式那是接受不了一点。6. 极高的宝可梦培养门槛。在近几世代中，玩家想培养1只宝可梦去排位对战已经非常容易了，什么6位对象5位那是手到擒来。特别是在性格薄荷、特性膏药、净空年糕和极限特训的辅助下，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己通关用的宝可梦送去对战。如今复旦培育宝可梦甚至都有被直接捕捉野生宝可梦来培养取代的趋势了。然而这些要是放在6代之前，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一是当年游戏里没有这么方便的道具和系统来变更宝可梦的能力，2是红线还没有让子代随机继承双亲5项个体值的效果。在前5世代，你想培养1只个体5位6位性格特性还正确的宝可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杰夫在降低宝可梦培养门槛这件事上还是一直有在下功夫的，但比较费解的是，不少遗老玩家竟然不满培育门槛的降低，咱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7. 年代感满满的画面表现。近几世代，杰夫因为受限于自身的技术力，以至于宝可梦的画面表现落后了时代。但糟糕的游戏画面是横向和其他游戏对比的结果，如果是纵向和自身对比的话，那宝可梦的画面可是一直在进步的。当年宝可梦从马赛克的黑白过渡到3D 的 XY 时，那种震撼我至今难忘。剑盾的画面虽然不够精美，但对比究极日月简直一个天一个地。我个人玩的第一款宝可梦游戏是星魂，所以童年在倒回去玩星魂之前的游戏时，就会因为旧作的画面略显过时各种嫌弃。哪怕是好评如潮的绿宝石，我都觉得它 UI 图立绘丑，字体还马赛克，年代感好重的，所以游戏体验并不好。但你现在让我对着剑盾珠子吹星魂的画面，我同样也是吹不出口的。这种因为年代因素产生的对比就是客观存在的，很难让人拿年代都不同怎么比来当理由视而不见的。除此之外，像是什么掉血慢、经验不共享、神兽到处游走这些老机制，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你重温旧作时的体验。还记得在真钻复刻正式发售前，很多老玩家和测评博主都在说，真钻的底子好，就算是2D 画面，就算是1:1照搬真钻，也能凭着原本丰富的内容吊打剑盾。
于是我就信了，首发300的价格，第一时间就入手了。可在实际游玩后，却觉得无比折磨。很多我们当年觉得不是问题的问题，都会在新时代的作品衬托下全部暴露出来并放大。我上面说的这些旧机制，单拎一个出来，你可能会觉得无关紧要，但当它们三五成群的出现在同一作品里时，你的心态和游戏体验必定会受到影响。之前为了录视频素材，我又用电脑模拟器重新玩了一遍 3DS 上的那几座游戏，情怀是一点都没感受到，瞌睡倒是时不时会出现。可明明我10年前玩 XY 玩了800多个小时都不觉得腻啊，现如今那是一点都玩不下去。也不是大家说什么年龄大了耐心没了，电子阳痿了，找不回学生时代的初心了。不是的，见顿长牙珠子就还能给到我十足的游玩动力，说明我对宝可梦的爱是没有变的。10年前我有耐心花上几百个小时去孵蛋，10年后的今天我也有耐心逛遍地图的每个角落，用锁定功能去刷体型合适还带稀有镇章的宝可梦，也有耐心去打排位，给自己喜欢的宝可梦刷上级别对战大师奖章。妨碍我重温旧作的，真的就是那些折磨人的旧机制和过时的画面表现力，不是过往的作品不够优秀，是吃过了细糠，回过头就真咽不下粗粮了。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是否有和我同样的感受？还有哪些让人不适的老旧机制？也欢迎小伙伴们留言来补充一下。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宝可梦杂谈视频，还请点赞关注一下，你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那么下期再见，拜拜。